人造月亮亮度可达月光8倍，为什么没下文了？中国自古以来对月亮有种特殊情怀。李白通过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来表达思乡之情；苏轼通过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来表达对胞弟苏辙的无限思念。而嫦娥奔月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。自始至终，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，人类对月球、对太空的探索从未停止。然而，第2次世界大战之后，人类对太空的探索似乎充满了火药味。1957年10月4号，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1颗人造卫星，紧接着苏联又发射了第2颗卫星。玻璃心的美国慌了，为了在军事上压倒苏联，在太空展开军备竞赛，准备实施 A119 计划，炸掉月球，以此以来体现自己航空航天的实力。不过万幸的是，美国权衡利弊之后，最终取消了这一计划。就这样，月亮逃过了一劫。打月球主意的不仅有美国，还有前苏联。不过俄罗斯人可不是想破坏月球，而是要复制月球。俄罗斯大部分地区处于地球高纬度，很多地方有漫长的极夜现象。试想，天寒地冻，而且每天都是黑夜，这样的环境你能忍受得了吗？俄罗斯人内心就想如果有一颗月球持续提供照明，那也挺好的，哪怕只有月光的亮度也可以。既然月光可以满足条件，何不自己造一颗月亮呢？其后，俄罗斯实施了代号为旗帜的系列计划，试图用特制的镜从太空反射阳光照耀地面。1993年2月4号，俄罗斯在和平号太空站上进行过一次代号为旗帜2号的人造月亮实验。在完成对俄罗斯空间站和平号的物资运输补给任务之后，一艘进步 M15 飞船与空间站脱离，并开始快速自转，利用离心力展开一个直径20米的薄膜镜面，其产生一束强度大致与一个满月相当的光束，扫过从大西洋横穿欧洲再到俄罗斯的大片区域。可惜由于云层太厚，人们未能详细观察这一不同寻常的现象。1999年2月4号，俄罗斯进步 M40货运飞船携带了一面反射镜进入太空，进行代号为旗帜 2.5 的阳光反射试验。按照预先的设想，镜瓣在离心力的作用下会快速展开，形成一个直径为25米的反射镜面。不幸的是，在飞船离开和平号太空站150到200米时，经过了1分半钟，天线突然打开，巨大的反射薄片就绊在了天线上，反射镜未能打开。和平号上的太空人用遥控系统启动货运飞船的引擎，转动天线，使薄片摆脱了天线的羁绊。但是当货运飞船再次旋转时，又出现了相同的问题。俄罗斯航天局地面飞行控制中心分析后判断，阳光反射镜膜发生了缠绕现象，俄航天部决定终止试验。最终，进步 M40货运飞船带着未打开的太空镜进入地球大气层烧毁，最后坠入太平洋南部水域。在这次计划的失败，加上苏联解体后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的现实困境，俄罗斯取消了旗帜项目，原计划发射的旗帜3计划也被砍掉，不再实施。2018年10月，从四川成都天府系统科学研究会获悉，该研究会参与的人造月亮构想有望在2022年初步实现。2020年首颗人造月亮将完成从发射、路轨展开到照明的整体系统演示验证并发射。2022年3颗人造月亮将发射升空，并进行从展开到照明的整体系统演示验证实验。据说该人造月亮计划亮度将达到月光8倍，可以通过发射利用太阳光与地面路灯协同照明，这样可以节省基础设施用电损耗。以对成都50平方公里区域提供照射为例，每年可节约电费开支12亿元。对于人造月亮，很多人提出了质疑光污染问题怎么解决？在日常生活中，光污染能导致行人和司机产生眩晕感，以及给人体造成不适感，损害眼睛，诱发癌症，产生不利情绪。如果人造月亮真的成功了，可以想象其产生的负面效应。众所周知，在大自然的进化中，万物早适应了自然的天道轮回，很多动物的繁殖、捕食、迁徙通过月亮来进行导航，而人工光源导致它们偏离航线，向着危险的城市夜空飞行。每年数不尽的鸟类死于碰撞高楼和高塔，而这些建筑都有照明装置。
科学根据表明，人工光源对许多生物，包括两栖动物、鸟类、哺乳动物、昆虫和植物都有负面的甚至致命的影响。人造月亮能否成功，咱们暂且不讨论。怪博士认为，人造月亮无疑会加剧光污染的蔓延。凡是用于为人类造福的科学研究和科技创新，应该在尊重自然、顺应自然规律的前提下，全面分析、充分论证后开展工作。人类破坏自然产生恶果的案例还不够多吗？就拿这次病毒来说，病毒对人类的危害将是持久的。很显然，人类对地球的开发已经到了该休息的时代。那么最后，对于人造月亮，你们怎么看呢？还是老规矩，留下你的3连，咱们评论区见。